昏君屠我族人无数，今日我就用这碗汤药毒毁他五脏六腑，为我族人在天之灵。传罗刹国少女上殿。罗刹国熬制长生汤药1碗，进献下王。殿内守备稀松，如此良机，我绝不能错过。末将奉命行事，圣女请勿讲。神药已经御医验看，将军何必多心？这世上当真有长生不老之术吗？你很快就知道。等快人什么样来？大王小心，毒药在碗上！灵巧忠心的走狗！我计失败，唯求速死。本将军成全。又是这个梦，又是这个梦。夫人，二少爷让我提醒您，再晚就赶不上拍卖会了。你进来。夫人，二少爷在楼下等。站住！把红色的那双拿过来。夫人，你替我穿。夫人，我3代在唐家担差，万万不该对夫人有这个意思。胆子这么小，怎么当男人啊？夫人裙下之臣，非富即贵，哪里轮得到我区一个管家？而且有传言说，大唐先生就是因为夫人举止轻浮，才被活活气死的。看着我，那像我这样轻浮的女人，你喜欢吗？大哥头七还没过，你就如此饥不择食了？像我这样轻浮的女人，你喜欢吗？大哥头七还没过，你就如此饥不择食了？何必便宜一个下人？你大哥尸骨未寒，你最好规矩点，别坏了我的名声。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大哥死后由你我2人共同继承遗产，但前提是
我得娶你为妻。你大哥犯了糊涂才立下的遗嘱，要我一个人伺候你们兄弟俩，江城没别的女人了吗？那女人有的是啊，但你天赋异禀，能变500年真伪，全靠你的火眼金睛，才让我们唐家的古董生意越做越大。你既是烂桃花，更是招财树。大哥的用意就是要把你钉死在唐家。传言说你大哥是因爱生妒，被我给气死的。娶了我，你不怕跟他一个下场？贱货！真以为自己有多金贵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像大哥那么没出息，你在外边到处勾搭人，败坏唐家的名声，我也不在乎。拿到遗产，想怎么收拾你，说了算。你别忘了，你只是唐家养了一条狗而已。拍卖会马上开始，赶紧滚下来！别再折磨我了，唐天霞，你别弄错了，没拿到遗产，该跪地求饶的人是你。这女人不是唐大少的遗孀吗？重富财富，这打扮这么花枝招展，简直是秀色可餐啊！什么？这女人跟江城一般的纯贵柔软，唐大少就是爱她，拿她没办法才给我活活气死的。而且我还听说了，她居然嫁给唐天祥了啊！竟然他跟陆家兄弟，这你出门不光能赚钱，还能赚面子，难怪大哥会跟你。不客气，我只是唐家的一条狗而已。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我们要拍卖的是全新出土的古夏奇棺一副，此棺尚未起封，棺内可能藏有大量珍宝，价值难以估量，所以起拍价略高，定价500亿。500亿。这买卖能不能做？古夏距今已1000年之久，这个石棺的真伪我看不出来。这里的东西不能贸然出售，有多少人找的是他们跟头？何况是500亿的天价，这棺材大概要牛拍了。这女人竟敢跟我耍花样，这东西一定是真的。如果没有人出价的话，我出500亿。我出500亿，500亿第一次，500亿第二次，成交，开始关。大王小心，毒药在晚上。这世上当真有长生不老之术？我记得罗刹巫女假意投诚，要谋害大王，怎么眨眼之间，一切都变了？大王小心，毒药在晚上！这是我梦里出现过的男人，怎么会这样？活人都崩坏了，这棺材肯定是假的。唐二少花500亿买我们吓一跳，这钱可换得真值啊！少他妈说神弄鬼的！古夏的石棺里蹦出个大活人，拍卖会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看什么看？穿件盔甲就是古夏人了？
大王，大王，18线眼界下蒙我，滚！滚开！蒙轩一片真心，日月可见，请大王明察。大王是吧？好，本王自己自尽，来死给我看！弑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？这双眼睛为何如此熟悉？跟一个疯子裹什么乱啊？东西是假的，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没让你出嫁，让你做奸人，忘了怎么做狗了是吧？把嘴巴放干净点。你放肆！敢对大王不敬！好一条忠心的走狗！好一条忠心的走狗！知道这一巴掌会让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？你想怎么糟践我都行，但如果我逃婚了，或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一分补偿都拿不到。大家别动气，小唐先生，这石棺确实是刚从土下挖出来的，但这个疯子什么时候爬进去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这人虽然是假，但这石棺一定是真的。您转手卖到欧洲去，一定不会吃亏的。把这个石棺送去化验，我看过报告再付钱。大王，已经比你早死是不是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好，既然这么忠心，那我免你一死。从现在开始，保护这个女人的安全，不能让她逃跑了哦。王轩，谨遵王命。为什么我会梦到他？我看不穿那口棺材，也看不透他的衣饰宝剑。莫非他真的活了1000年？本将军成全你。你想吓死人啊！谁叫你进来的？末将奉命保护王妃，片刻不离左右。如果他真是1000年前的人，这身古董也不止500亿。先探探他的底再说。王妃这是干什么？这剑下似乎真有千万武魂，也可能是行家进修做旧以假乱真。只有请祖师奶奶洗了验看，才有定论。宝剑锋利，王妃当心。将军，你的手好暖啊！王妃请自重。将军，孔夏早就已经有了，那个人不是你的，我也不是我的，你不用这么努力。有位姓冯的管家跟末将说过很多事，末将也确实看到了。天有铁鸟，地有怪车，世代早已轮转，但王的气息不会改变的，末将不会认错。将军好放肆啊，把人家的腰都弄断了。王妃，将军，我日日都能梦见你，你说这是缘分吗？王妃，请允许末将去门外把守。
将军这一身的力气，若真要走，我哪拦得住你？将军，原来你喜欢这样。受末将得罪。你王妃金枝玉叶，当知礼义。刚才的事，末将当没发生过。这个呆子倒是很懂得欲擒故纵。等我摸清你的底，看我如何吃了。哎呦，大哥，你带就好了。甭管家，我叫蒙轩，叫什么都好。现在客厅在大灵堂，你过去跟我搭把手。灵堂，谁死了？苍天保佑，愿大王爷长寝安眠，早登仙界。这种人若能位列仙班，那可真是苍天无眼。王妃为何出此不逊之言？比起他的所作所为，我这三言两语又算得了什么？唐天堂，就算你死1000次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大哥，这2天会有不少客人来吊丧，我给你换件衣服穿。不可，蒙轩有亡命在身，当甲不离身，剑不离手，以防不测。这由他去吧。好。哦，夫人，这2天停灵，还要烦劳夫人坚守。要是闷的话，怎么会闷呢？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可有乐子等着我呢。将军，你肚子饿了？末将不饿，一顿不吃都饿得慌，何况饿了1000年呢？过来吧，陪我夜宵。过来，将军，我来喂你。王妃，这如何使得？你嫌弃我？末将不敢。要么张嘴，要么出去。这才对嘛。将军，你好心急啊！好面，王妃，末将有个不情之请。保暖思一月，将军想要什么，尽管告诉我。此面，末将想再来一碗。吃货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就知道吃泡面。男人各有爱好，得对症下药。将军，王妃，为何半夜更衣啊？只是想和将军更般配一下。幸好没撒。
王妃，这是何意啊？老娘给你泡了一晚上的面了，现在该你泡我了。王妃是要泡澡？末将这就去打水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末将当然是男人。我不信，除非你给我看看。此等皇上之词，王妃请勿敷衍。别叫我王妃，叫我荔枝。灵堂之上，请王妃不要如此轻薄。你不是尊重我，你是嫌弃我。你嫌弃我是再嫁寡妇，一女侍二夫，对不对？一女在家同族，古例有之，末将怎敢因此轻视王妃？你叫我什么？荔枝。这呆子长得不赖，还有点可爱。这呆子长得不赖，还有点可爱。王妃，荔枝，你这样呆头呆脑的，怎么保护我？算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你点有用的吧。今夜严寒，这里面的人为何更衣啊？可能里面比较暖和吧。末将不能再看了。那里面发生的事儿，将军想不想跟我试一试？那里面发生的事儿，将军想不想跟我试一试？末将去门外把守。你跑什么？将军一个大男人，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末将只是有些许燥热，想去门外吹风。懂什么？是我吹出来的风太冷了吗？王妃，叫错一次，我就亲你一次。末将也不许。荔枝，末将有些许燥热，想去清洗一下身子。这就对了，我放水给你洗澡。我帮你把这衣服脱了。末将自己来。哎，吊他上钩还真不容易。这就请祖师奶奶显验你的建长性。祖师奶奶，这次全靠你了。如果真的中奖，那点遗产不要也罢。
末将定不负王命，持此要灭国杀一族。真的是古下人，这回我真的发达了。把钱准备好，这次的货保证让你们大开眼界。先拿着剑去换210定金再说。把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给我抓住！宁雨柔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贱人，江城上下谁不知道我宁雨柔是唐二少的未婚妻？你到底耍了什么手段，让他扔下我，娶你这个破鞋当老婆？唐天祥没告诉你原因吗？管你什么原因，你让我沦为江城的笑柄，我就划烂你的脸，补偿我的名声。给我按住他！你们别过来！拿把破剑拍戏啊！先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！与我蒙轩在，定护王妃周全。你，我又叫错了，能否等退敌之后再请？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有男人为我挺身而出。从哪冒出来个这么不仁不义的东西？动我宁家的人，有种把名字报出！我乃夏国1等龙禁卫蒙轩，我乃夏国1等龙禁卫蒙轩。管你是龙是龙，给我杀了！哇，这是古人才有的武艺，这回真是捡到宝了。喂，龙将军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1等龙禁卫。刚才是谁说要划烂我的脸？励志，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。大胆，敢直呼王妃名讳！王妃？这是一个精神病。那个王妃，我给你道歉。这就完了？你还想怎么样？门将军，替我教教他礼数。向王妃赔礼，需3叩9拜。你让我给这个破鞋磕头？我磕，我现在就磕。够了！大王，原来这疯子听唐二少。天翔哥哥，他们两个合起伙来欺负我，给我做主啊！有钱人3妻4妾是很平常的事，何必争风吃醋呢？这道理，不如说给你的心肝宝贝听。你不跟我走，不怕我跑了吗？天翔哥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明明说……别置气了，他得意不了多久了。此为何物？为何能日行千里啊？此地荒无人烟，我们来此作甚？
刚才欠你的，现在补上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丽珍，丽珍，拿他全身的细胞换我后半生的复活，我没理由犹豫。生龙活虎的古夏人，就是剁碎了当唐僧肉卖，全世界的富豪也会争着买单的。放下武器，本将军饶你不死。要是这么快就失效，这世上当真有长生不老之术吗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母女竟是励志，不好，还要对大王不利。今夜严寒，这里面的人为何更衣啊？使我蒙山在，定赴王妃州去。一个1000年前的人，为什么我会梦见他呢？小雨不小，速速放人！狗男人，老娘一定是瞎了心了。但愿他们还没动手。你回来了。你受伤了。老娘为了你破天的富贵都不要了，你还耍什么脾气啊？妖女，本将军岂会受你苦？你为何不躲？要杀就杀，说这些废话干什么？现在杀你是违抗王命，等我向大王揭穿你的真面目，再杀你不迟。啊？我除了卖他，还有啥真面目？该不会是那些买家给他打了什么针，让他神经错乱了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刚才摸的是这里？狂风浪蝶，美人计，对我无用。狗男人，老娘几千亿的买卖都丢了，还得哄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出卖你是我不对，但你刚刚差点也伤到我，咱们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本将军身经百战，你找的那些鼠辈岂能伤我？放手！走，跟我去见大王。你们这是？
捆绑啊！弄疼我了！此女居心不测，意图支开末将，暗害大王，请大王明察。他想我死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大王早就知道了。大王早就知道了。给我松手！王会长啊，今晚要来吊丧，你好好收拾一下，好好服侍人家。又让我跟你谈生意，我要是不答应你，这事让你见客确实有点不近人情。你这条无狗，真把自己当唐家女主人了？这种事你做的少吗？少！这女子其实长得怎么会？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好好打扮一下。盯住他，一步也不许离开。谨遵王命。姓唐的，欠我的，我让你们全部都还回来。既然你对大王有用，我便不再为难你。只要你守规矩，你跟那些畜生一样没良心。明明抱残获信，怎么一副想让人保护的状态？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大王命我寸步不离，不看便是。你自己不出去，别说我使美人计勾引你。假正经，她是大王的女人，我不可以。换件衣服不用这么久吧？难道她想借机逃走？你好了没有？她柔弱之身，竟承受过这么多伤痛。我不是有意看你。不用解释，男人都一个德行。什么王妃？我看不过是个人尽可夫的贱人。要不是有唐大少的遗嘱，我现在就找条狗链子给他拴起来。哎呀，一个婊子，一个傻子，何必跟他们计较呢？等我拿到了遗产，自然替你出这口恶气。好好守着门口啊，不管听见什么都不许进去。末将遵命。让未婚妻陪人取乐，这世道简直荒唐。不要！夫人，刚来这一杯，唐二少副会长的位置包在我身上。夫人好酒量啊！狗男人，都是狗男人。夫人，受什么委屈，可以跟我说嘛，说不定我能帮到你。回去摸你妈去。我玩你是看得起你，你装什么臭崽子？滚！老娘今天没心情跟。骚娘们啊！我今天就当着唐大少的灵位，把你给放了！不要！臭口不如的东西！
没事吧？你不是说要杀我吗？为什么又要救我？你是大王的女人，我不能让你受欺负。人间岁色漫长，爱眷顾生生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在门外把守。这样与理不合。你是第一个不缠我身子的男人，我只想有个人能抱着我，安安稳稳的睡一觉。让我做你的女人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就这么不二手。大王，我让你赶紧走啊！让你盯着他盯床上去了是吗？墨镜和王妃什么都没做。老子告诉你，给你面子才给你口饭吃，你他妈有几个脑袋敢得罪王会长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？你承认你拿不到家产？又拿遗产威胁我？大哥拿一个老火当宝贝，老子不一样，老子杀了你！老子杀了你！不要！陈世明英雄，他不会让我死的。大王，墨将跟王妃什么都没做。傻瓜，我说了，他不是什么大王。你这个呆子，真像古代的将军一样忠心耿耿。他都已经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葬礼过后就是婚礼，等老子继承完遗产，我再慢慢跟你们算账。马将军，王璇。你醒了。你受伤了，我会温柔一点。私通嫔妃是大罪，你何苦陷我于不义啊？你为了我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现在，我相信你是个男人。过来吧，刀剑在弦上了，你还忍得住？你刚才不是这样的。不一样吗？我是看你可怜才有心护你，你不要轻贱自己。王将军，兵不厌诈，你这么单纯，怎么打仗啊？此话何意？那个王会长，还有你的大王，你真以为我怕他吗？我不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你会搂着我睡觉吗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早该看出你惯会撒谎的妖女。我去门外把守。憋了1000年，我看你还能忍多久？
说寸步不离吗？跑哪儿去了？王将军，王轩，别喊了，那个傻子又不在这儿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他不是叫我大王吗？给他下了一道王命，流放3000里。这会儿应该已经出城了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你马上去把他找回来！你玩男人玩傻了，今晚要起人，你给我老实一点。我自己去找。怎么变得这么不识抬举？放着有钱有势的不伺候，倒贴一个傻子。是你不傻。子儿，天翔哥哥，又怎么了？出了件怪事。你之前买的那副石棺，这是拍卖会送来的检测报告。那石棺真的存放了1000年以上，而且在石棺内有超过存放1亿年的人体组织。他不是傻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你不熟。那个贱人肯定早就知道了。天翔哥哥，他们怎么解释？难道这世上真有千年不死之人？那只一直守口如瓶，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自动才好。嘿，哪有什么不死人啊？那些活体组织只是财神里的寄生虫而已嘛。赔了男人又折兵，我就不该取消那笔交易，好歹有钱拿。你回来了？你还知道回来？冯管家找到我，说大王取消了我的放逐令。一定是唐天祥怕拿不到遗产，所以帮人把人找回来了。下次再敢不告而别，我就让你变成太监。你再这样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用对我客气，你现在就可以要了。你现在就可以要了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不识好歹，谁对你好你分不清楚啊？我自幼在军营长大，只知奉王命行事。什么狗屁王命？到底还要我跟你说多少次啊？古夏早就已经不存在了，那个姓唐的就是个人渣而已。你放肆！我知道，时代早已轮转。当初罗刹妖女想谋害大王，而现在的你，也对唐家充满了怨恨。千年浮沉，这恩怨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。但古夏不在，旧人不在，只有我，犹如一个孤魂野鬼。若是我再不信奉这一道王命，我不知道我该何去何从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所谓的王，在你心里，今天我就帮你打破这个枷锁。你又来！如果你习惯了做奴隶，不如让我做你的女人。喜欢吗？抱紧我。请进。马上启灵了，夫人怎么不在？宾客马上就要到了，不要因为他耽误了时间。开始。那有劳先生了。灵符宝玉
时刻奉行，拨开长夜，超度亡灵。七灵在即，我们不可以。没什么不可以的。将军，你的账在好的，喝下来。天祥少爷，我们这些江城有头面的人物，专程来送唐大少最后一程。诸位费心了，等做完法事，我们一起去墓地安宁。马上是你丈夫的纪念仪式了，我们不能。是不是要我大声叫出来，让外面那些人发现你跟我躲在这儿？不能叫。你去上下。你这玩的也太出格了。法事已经完成，准备抬桌起立。抬，现在就抬。唐家传统，不抬桌。他们在听什么呢？走啊，快走！对了，这黑布也要一并扯下烧毁。我来帮忙。害怕被发现，他们把停下。等等，陪葬留下。大哥还有一些遗物，我想等周年祭的时候，包尔这块布一块上。好，既然主家不忌讳，那就留下，把它当块拂晓布包裹遗物吧。好，先生，安灵要紧，剩下的这些就由我来打点。好，吉时已到，请诸位随我前去安灵。哎呦，我这肚子疼啊！我得上个洗手间，2个小时啊不，我得有3个小时啊！3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收拾。哎呀，作孽呀！王将军，你好厉害，跟你在一起是花钱都买不来的享受。王轩是一介武夫，不会说什么海誓山盟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心给你，命也给你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心给你，命也给你。花言巧语，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说过？蒙轩尚未婚妻，我这一生只有你一个女人。第一次啊，那今后呢，就乖乖当我的男宠，不会亏待你的。那你能不能不要嫁给唐二少啊？当然不行。为什么？知道我之前娶香消益亏了多少钱？
我必须分到唐天德的遗产，弥补我的亏空。如果是因为银子问题的话，给我点时间，我去学赚钱的法子。唐家毁了我，我不只要钱，我还要让他们偿命。至于你嘛，好好养好身子就行了。世间的恩怨好像是一场轮回，只有跳出轮回，才是化解恩怨的最好办法。哪有什么轮回？你不想让我对唐家不利，你还认他做我？我没有。我只问你一句，在我跟你的王之间，你到底选谁？我只问你一句，在我和你的王之间，你到底选谁？如此绝色佳人，杀之岂不可惜了？把他关起来，寡人要好好享用。末将遵命。我当然选你。算你识相。若世间没有轮回，千年之隔，怎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子？王将军，叫你换套衣服，不用这么久吧？这么墨迹，怎么只喝千钧万？灵堂上偷情，你可真够风骚的。你要是不满意，干嘛还要给我打掩护？我当然要保全大哥的体面了。我不像你，你在用女主人的身份要求我，别忘了，我只是唐家养的一条狗而已。既然清楚自己的身份，那就要乖乖听主人的话。葬礼结束了，我要你好好的伺候我一次。好啊，我保证让你有来无回。你敢？尽管试试。滚开！今天就要办了你。放开！他竟敢对我动手，你是要造反吗？末将不敢。去门外守着，等我办了这个贱货，自然会发落你。为王者，当克己自持，怎可轻薄女流之辈？他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？荔枝啊，真行啊！我最忠心的将军都被你说服了。你的将军，你也配？他现在是我的男人，当然要保护我。唐家始终都是帝王一脉，唐二少，只要你不再欺负荔枝，我会继续保护你的安全。闭上你笨嘴！是娘子。别乱叫！这个呆子不肯听话，计划岂不是要泡汤了？翁将军，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很有道理。他又想耍什么把戏？不如我们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我们喝茶聊天，你教我一些王族训诫，可好？当然。不好，我们还要花前月下，得自己慢慢解。你敢！不准再欺负！妈的，这个贱人！这个男人好帅啊！发型也挺别致。现在给你立条规矩，除了姐姐我，哪个女人都不许看。荔枝，你对我到底是真心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如果算是你的男人，你为什么要嫁到唐家呢？我说了，那只是纸面婚姻，而且
男人跟男宠是有区别，你以后会懂的。我是真不懂这个世界，也不知道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。生气了？没有。对了，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问你，你为什么可以长生不死？是吃了什么仙药吗？我的记忆就停留在B4那天，之后发生什么，我也不记得了。那以后如果我老的走不中道了，你会不会丢下我去找那些水灵灵的小妖精？我蒙轩一片真心，绝不会始乱终弃的。真心能让我验验？大庭广众的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是不是没做过？这么不经斗啊？孤男寡女，半夜3更才回来，不怕你的未婚夫吃醋啊？你养你的金丝雀，我牵我的小狼狗，咱们两不相犯。站住！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我们单独聊聊。你该不会要跟我表白吧？我承认你是个尤物，但再漂亮的女人也会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吧？那么，你想长生不老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就别装糊涂了。全世界的富豪都在求长生，外边那棵摇钱树啊，一个人吃不下的。你知道什么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长生基因不只能带来财富，还能带来至高无上的权利。现在那个呆子只听你的话，所以我想跟你合作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？因为我有一批顶尖的生物学家，他们可以从基因里提取出长生力。那到时候我拥有无上的财富和权利，而你拥抱青春啊！我也可以长生不死吗？我想，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长生不老吧。等执行遗产的时候，我再分你一半家产，前提是我们要合作。婚书都准备好了，这么优厚的条件，没有理由拒绝吧？必须保证他的安全。当然。来，放轻松。弯腰，眼神清，痞帅痞帅的，蛮不错。站没站相，与登徒子何异？老婆，喜欢这口的话，我可以满足你。别这么叫我，吃了苍蝇还恶心。婚书还没签好啊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签好我会告诉你。那你可着点急，我还等着吃你的豆腐呢。绿枝不喜欢你碰她。放开，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哎呀，男朋友好像生气了，快去哄哄。用不着你操心。记得给他抽血。你这是做甚？将军，小女子为你 massage。杀鸡？你尽管躺着就好。这种杀鸡，我还真是没见过。别乱动，
我再给你加一下针灸。没留神，抽的太多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回夫人话，这是国外的挂号信，这种信这几年不时的会寄过来。以前呢都是大少爷处理，他现在人不在了，我打算给二少爷送过去。给我吧。是血液分析报告，我上午才抽的血，他们这么效率吗？血液中长生基因含量为95%，第70次解码以失败告终。第70次，航天德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参与纹身的事。这种信这几年不时的会寄过来，以前呢都是大少爷处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醒了。荔枝，你真的要为了钱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吗？何必明知故问？我只是想带你去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，过无忧无虑的日子。突然约人家浪迹天涯，搞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我委屈，我的仇还没报呢。我可以帮你报仇，但能不能不要赶尽杀绝啊？1000年之前，大王留了我一命，现在能给帝王一脉存留下来，我也算是尽忠了。这些都晚点再说，我去给你盛碗猪肝汤。你现在有点贫血，得好好补补。天翔哥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处置那个贱人？我有正事要做，你先回去，我会找你的好吗？你不会真的爱上那个贱人了吧？我说你先回去，跟我来书房。荔枝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这是你抽的血，化验出了结果，能确定他身上真有长生基因。血液中长生基因含量为75%，目前骨髓技术取得突破，下次请寄骨髓样本，以加快解码进度。所以下一次你要抽他的骨髓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血液中长生基因含量为95%，75和95%。如此说来，唐天德生前检测的是另一个人的样本。骨下的液控跟今天不同吗？没什么区别。长生的事，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？或者你有一些朋友一起经历过某些事呢？如果我记不起从前的事情，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只为了长生不老的秘密？荔枝，你一直在骗我。毛轩，毛轩，你听我说，你，哎呦！
我脚好痛啊！贱人，你去死吧！小心！老仙，你说过你会保证他的安全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说这事跟我没关系。那合作取消了。我提醒你一句，你男朋友现在昏迷不醒，任我摆布，你就无种要谈合作。我要带他离开。你不会那么天真吧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我会轻易放你们走吗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，我大哥到底怎么死的？你看过尸检报告，何必问我？不说没关系，总之我会像大哥一样。别想要逃走，否则这辈子都别想见到那个活的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带萌仙走。可是另一份血液报告到底是谁的？唐天德他究竟知道什么？这些事儿会不会跟萌仙有关系？医生，我朋友他怎么样了？你朋友的身体很结实，遭受了猛烈撞击，竟然都没有伤到内脏。不过什么？经过检查，我们在你朋友的大脑中发现了一根金针，这根针压迫了脑部神经，会让人产生记忆缺失。现在撞击造成金针位移，很可能你朋友永远醒不过来。他的脑袋里有一根针。唐太太，您是不是之前跟您朋友一起出过什么事故？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在你的大脑里也有一模一样的金针。什么？奇怪了，我分辨了骨下时，竟没有遗书提及蒙轩这个人。大哥的手机，2015年是大哥带回荔枝那年。4月20日，我和考古队失联，却误打误撞发现一处骨下遗迹。医生，是不是只要取出脑袋里的金针，他就可以醒过来，也可以想起所有的事情？恢复记忆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但是一定能让他醒过来。你马上安排手术，把我跟他脑袋里的针全部都取出来。要不要先通知唐二少？不必了，你立刻安排。等手术结束，也许就能弄清楚我为什么会梦见你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大哥才会立下遗嘱，让我娶她。
小美人，这样绑着可太委屈你了。让我给你换个舒服点的姿势好不好呀？哈哈哈。魔将军，小的只是例行巡查。他是大王要的，你有几个脑袋，敢打他的主意？是，小的不敢了，小的知道错了。滚！能服侍大王是你三生有幸，你好自为之。我宁愿一死。大王要你活。我绝不会服侍那个昏君！蝼蚁尚且头上，你何苦要咬断自己的舌头？可丢人身在其中，怎么不可能？烟花如雨，转瞬却见了累了你就歇会，我在门外守。寒蝉咫尺秋叶，只是本相认。但你我为何这般起起落浮沉？想报仇的话，得翅膀放才行。不要，你的这块破布塞得人难受。你只要不做傻事，我不会再寻死。我会留着这条命，等接近你的王，一口咬破他的喉咙。等到事起那天，我会再塞住你的嘴。我帮你把绳子解开，不准乱来。这个帮你穿好了。第一次看你想，这东西对你很重要。不关你事。
不关你事。有些罗刹人天生慧眼，能看透器物上残留的时间印记。戴上这副灵珠面纱，可以增强这种感知力，能做到剑骨通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世上仅存的几滴不老药，喝下它就能够长生不老。你可以把它献给夏王，怕我骗你？你身陷囹圄，这如果是长生不老药，你更行。你为什么要为我着想？我不信你，担心的是国师，毛将军，你不操练兵马，整日钻在这大牢里做什么？莫不是你这心冷如铁的杀神也有思凡的时候？国师言重了，大王外出狩猎，命末将看管犯人。若国师没有其他事情，末将先行告退。儿女情长，岂能逃过我的法眼？你干嘛？冻结在我心上的雪，因你消融。明月用高悬，眼底尽缱绻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在门外马人。跨越千年，与君结缘。你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对我好？大王有命，让我照看好你。我把我交给你，你带我走。我不会背叛大王。蒙将军，大王围猎回来，遭罗刹圣女侍寝。知道了，我来安排。跟我走，我不去。我带你出城。这里应该安全了。你这套衣服太扎眼了，如果遇到悬赏就麻烦了。我去给你拿套衣服。回望来时路滋味，天涯何会久凉？余生留谁回顾？你跟我一起走。我不能背叛大王。你送我走不就是背叛吗？我只问你一句，在我和你的王之前，你到底选谁？你在这里等我。人呢？别让他跑了！
让他跑了。寡人怜香惜玉才留你一命，你若是不识抬举，寡人将你凌迟处死。昏君，你图我前族，我情愿一死，也绝对不会服侍你。今日九死一生，如果这里面是毒药，就当我送你一程；如果你没骗我，希望这长生不久，继续保全你的性命。将它剁成肉泥。都让开！让我替大王处此妖孽！反复相认，你动手吧。将蒙轩拿下！为何拿我？为何拿你？你心中有数。蒙轩，你身为龙禁卫，竟与妖女暗通苟且，寡人现在将你千刀万剐！他不是想杀了我以求自保？大王莫急，蒙轩淫醉7天，火道有个法子，不仅能震慑天下淫威，也能成全他们这段孽缘。什么法子？这2根绝情针可以阻断人的记忆，让这对痴男怨女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自相残杀。这就是对相恋之人最残酷的惩罚。这2根绝情针可以阻断人的记忆，让这对痴男怨女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自相残杀。这就是对相恋之人最残酷的惩罚。不要！罗刹国的圣女，领兵剿灭罗刹一族的人就在眼前。他手上沾满了你同族的鲜血。现在王恩浩到，准你向他复仇。蒙将军，妖女意图行刺大王，现在到你向大夏尽忠的时候。妖女受死！我要为我的族人复仇！蒙轩淫醉7天，从史簿里划去他的名字，在相隔万里的地方给他们下葬，让他们做鬼也不能相见。
的是不老药。是你，对吗？是。我被卫兵围住的时候，你拿剑刺向我，你选了你的王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当时捡到了你的药瓶，把药抹在了剑上。若是毒药，我便保全你的终结；若是不老药，就以药入血，暗度陈仓，我救你一命。你把剑心砍到我，大白药水进入我的身体，所以我的血液含量比你高出1倍。今生今世，我们再不分离了。将军英明神武，我这样的才花败柳，怎么配得上你？绿芝，我问你，领兵剿灭罗刹族的人，是不是你？领兵剿灭罗刹一族的人就在眼前，他手上沾满了你同族的鲜血。那时候我也是奉命行事。这么说，我的族人，我的父母姐妹，都是死在你的手上。马上备车，去医院。天翔哥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滚开！把他俩给我绑了，送去实验室。你来的正好，你要拦我？你不是想知道你大哥是怎么死的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别乱来啊！我要是死了，遗产你1分钱都得不到。你觉得我很喜欢钱吗？绿芝，他是最后一息往来，我求你留他一命。蒙将军一片忠心可照日月，可惜了，我和你的王今天只能活一个。你不是陆离真，你到底是谁？罗刹族的规矩，成为圣女前，需在毒坛中浸泡1000年的尘世，已经让我疏通了经络。现在只要我提起真气，我的头发、皮肤都可以变成杀人的武器。现在我是流煞国的最后一位圣女，也是这世上最美的毒药。求求你，放过我，别再折磨我了。下次就不是一根鞭子这么简单。你说我是你最珍贵的宝贝，可为什么又要逼我去上别人的床？钱你已经帮我赚够了，你的身体啊，我也睡够了。不把你送去伺候那些大人物，我怎么得到权力？这副与众不同的皮囊，谁这种用？别做梦！我已经拟了遗嘱，就算李命在场，你别想逃离唐香的掌控。
你永远年轻，就一代代做永远的长夫人，直到弄清楚长生的秘密，我唐家就能永享荣昌。你何至于取他性命？我刚醒来的时候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唐天德编了无数个谎言欺骗我，说那些不时闪现的记忆是噩梦，还让我对他感恩戴德。原来他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弄清楚长生的秘密。每次他把我折磨得不省人事，他都要抽我的血去做实验。现在到了唐天祥城，又是旧戏重演。这种人渣根本不配活着。他们两个都是几不死的鬼。谁在哪儿？谁在哪儿？别乱上不管了。有10万童子，哪一个不是无辜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不用你我打算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各走各路。历经千年，世上的知心人唯有你我。为什么偏偏是你这个刽子手救我一命？文将军，千年缘分，抵不过灭祖之恨。荔枝跑，就用你的骨血替我永葆青春。古夏的夜空跟今天也有不同吧？夫人，傻大个被人绑走了。谁抓了他？是宁雨柔。刚才我回来，正巧看见他带人把傻大个抓走。听他们说是要弄到什么2少爷那个实验室去。狗男人，真是没用。世上有哪个女人不想永远年轻啊？东西都装好了，随时可以运走。大将军，我已经抽干了你所有骨血，
你就在这儿慢慢等死。还真是对痴男怨女，竟然自己送上门。这个男人只有我能选择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我知道你也是个怪物，不过早有准备。只是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你变成又老又丑的模样。这怎么可能？蠢货！姐姐，我是罗刹圣女，来得及。别杀了我，再也别想做我。醒醒！云密之，我今天就还你。荔枝，还得老衲来救你。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荔枝，你别过来！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你用你的血救了我。孟将军，我们就此别过。荔枝，你不能走，我要把血还给你。不要！闲来这些年，我饱受折磨，我累了。孟将军，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带你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。你说过要做我的女王，现在轮到我尽忠了。玉芝，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我会一直在门外
着你的。王妃，请允许末将去门外把守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在门外把守。累了你就歇会，我在门外守着。没想到这阴森森的古城，如今竟成人供人浏览的地方。体谅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就问你一句，工作和爱情到底哪个重要？我也有我的难处。那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分手。别闹了，他如果不爱你，就不会这么为难了。你谁呀？这男的你不要，我可就拿走了。是你朋友？快走，这女的有点精神，不太正常。老婆，你又恶作剧了。你还是叫我娘子更顺耳一些。好。